在短视频平台兴起的浪潮当中，吃播这一特殊的内容形式迅速崛起，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。然而，曾经火爆全网的吃播5巨头，其中3位巨头在短短2年时间内相继离世，另2位一个在直播中吃到吐血，一个为保命不断减肥。那么暴饮暴食的代价究竟能换来多少利益？吃播行业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泡泡龙、文卫哥、孙艺轩、恩克、胖猴仔，这5个名字曾经在网络上如雷贯耳。他们凭借着惊人的食量和独特的吃播风格，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粉丝，成为了吃播5巨头。然而短短2年时间内，这个群体就失去了其中3位成员。1. 英年早逝泡泡龙。市场需求催生了大胃王吃播这一新兴领域，观众的渴望是这一现象的根源。一些人通过观看主播大快朵颐来激发自己的食欲，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心理。泡泡龙原名于海龙，作为吃播界的5大天王之一，偶然间发现了网友的这种心理，从而踏上了吃播的道路。在成为吃播主播之前，泡泡龙是一名外卖配送员，这份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快乐，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克扣工资。加上他惊人的食量，辛苦1个月也难以存下多少钱。38元自助烤肉，走吧兄弟们，来给他上一课呀。 OK， 走。一次与朋友自助餐的经历，因为吃的太多而被老板嫌弃，甚至引发了争执。泡泡龙决定给老板一个难忘的教训，他将整个过程录制下来，并上传到了网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段视频迅速走红。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之后，泡泡龙开始转型成为一名吃播主播。泡泡龙的直播风格别具一格，他不仅能够一口气吞下数十个汉堡，还能够边吃边讲笑话，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他在众多吃播主播中迅速崭露头角。随着名气的提升，泡泡龙的粉丝数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，从最初的几千人到后来的数百万的粉丝，这一转变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收入也实现了飞跃，从一名月入几千元的外卖小哥，一跃成为了年入100万的网红。泡泡龙的人生仿佛开启了加速模式，然而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代价。随着粉丝的增加和名气的提升，他的食量和体重也在同步增长。为了保持人气，泡泡龙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，食量和食物种类都在不断的增加。他的体重从70多公斤飙升至了200多公斤，并伴随着多种健康的问题。尽管周围人的劝告，泡泡龙依然坚持这种极端的吃播方式。2021年，29岁的泡泡龙在一次直播后突然晕倒，紧急送医后不幸去世，死因为猝死。2. 愧对贤妻文卫哥。吃播界又一颗明星的陨落令人唏嘘，他就是文卫哥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又来了，这啥呀？他刚踏入这个领域不久，便迅速窜红，成为了5巨头之一。然而他的体重增长速度几乎与他的成名速度一样惊人，短时间内的急剧增肥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了各种问题，最终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尿毒症。尿毒症虽然严重，但并非不治之症，只要患者积极配合治疗。得知病情以后，医生建议文卫哥严格控制饮食，但病痛的折磨似乎对他赚钱的渴望更加迫切。他不仅忽视了医生的忠告，而且在吃播中表现得更加疯狂。这种近乎自毁的吃法吸引了更多粉丝，广告商的邀约也纷至沓来，但这些名利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的。随着病情的迅速恶化，他的身体状态让粉丝们都感到担忧，大家纷纷劝他好好休息，保重身体。但是文卫哥对这些好意的劝告置若罔闻，即使带着呼吸机也要继续他的吃播表演。最终在32岁这年，他的身体彻底崩溃，留下了结婚仅2年的妻子独自离世。他和妻子虽然已经结婚了2年，但一直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婚礼，这也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。在泡泡龙与文卫哥之后，仍有许多年轻人前仆后继地投身到极端的吃播事业当中，仿佛没有看到这个令人心痛的教训。3. 顿顿快餐孙艺轩。中午吃饭了。孙艺轩这位2002年出生的年轻人，为了追求网络的关注，选择辍学专心学做吃播。
他以1天3顿，顿顿3样主食为卖点，每天大量摄入快餐和垃圾食品，汉堡、炸鸡、披萨，再配上可乐和奶茶，这些高热量、高脂肪的食物成了他的日常。仗着年轻人旺盛的新陈代谢，他肆无忌惮地胡吃海喝，这种壮举吸引了大量粉丝。然而，长期的不健康饮食很快就在孙艺轩的身上留下了痕迹。年仅19岁的他，看起来却像个中年大叔，油腻臃肿，满脸沧桑，加上昼夜颠倒的生活作息，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，常常感到头晕目眩，却仍然坚持直播。2021年1月22日，噩耗传来，年仅19岁的孙艺轩因为突发脑溢血离世。这个本该充满希望和梦想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。他的父母悲痛欲绝，懊悔当初没有坚持阻止儿子走上这条路。在短短2年时间里，曾经风光无限的吃播5巨头，如今仅剩2巨头尚在，但他们似乎并未有所悔悟。4. 草原吃播恩克。大家好，我是恩克，今天我吃肚包肉，猪肚包肉呀。恩克这位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小伙，曾经是一名前途无量的社交手，命运的转折让他走上了吃播的道路。凭借惊人的食量和独特的吃肉风格，恩克很快成为了网红。在直播当中，他常常一次性吃下数公斤的烤肉，这种狼吞虎咽的画面让观众们既惊叹又着迷。随着名气增长，恩克的收入也水涨船高，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摔跤手一跃成为了当地的网红经济的代表人物。豪车、名表、高档公寓，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品，如今都唾手可得。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恩克更加沉迷于吃播事业。然而，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。恩克的体重从最初的80公斤飙升至了180公斤，而且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脂肪肝，这些本该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的疾病，却提前找上了年轻的恩克。真正令人震惊的是，在一次直播当中，恩克突然吐血，这一幕让所有的观众都感到恐惧和不安。直播间里充满了关切和阻劝的声音，但是恩克却像没事人一样擦了擦嘴继续吃。这次事件之后，恩克曾短暂反思过自己的选择，他尝试减少直播的频率，调整饮食结构，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收入大幅下降，粉丝数量也在流失。然而，面对金钱与健康的两难选择，恩克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吃播。5. 幡然悔悟胖猴仔。在吃播5巨头当中，胖猴仔的故事似乎带来了一线希望。这位来自四川的小伙子，原本是因为体型庞大而意外走红，他那圆润的身材和憨厚的笑容，很快赢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。然而，随着吃播事业的发展，胖猴仔的体重也在不断攀升，从最初的200多斤到后来的600多斤，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当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、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，胖猴仔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。在一次体检之后，医生严肃地劝告他，如果你再不改变，很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。这个警告如同当头棒喝，让胖猴仔猛然惊醒，他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自己的减肥之旅。胖猴仔的改变并非易事，他不仅要与自己的食欲做斗争，还要面对粉丝的质疑和收入的下降。但他坚持了下来，通过科学饮食和适度的运动，慢慢找回了健康。1年之后，胖猴仔的体重成功减少了100多斤，虽然粉丝数量有所下降，但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。他的故事也成为了一个积极的范例，证明在网红经济当中，健康和事业是可以兼顾的。胖猴仔的经历给人们带来了启示，及时调整，远离健康隐患才是长久之计。吃播文化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显现，它不仅为观众树立了暴饮暴食的不良示范，更让许多网红忽视了自己健康的危险信号。在金钱利益与生命健康的天平之上，似乎总是有人选择前者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吃播只是众多网络内容当中的一种，它的兴起折射出了当代社会的某些特点。人们渴望刺激，追求新奇，同时也在寻求某种情感寄托。吃播主播们通过夸张的进食量和独特的表演方式，满足了观众们的猎奇心理。他们的表演不仅仅是单纯的进食，更像是一场视觉盛宴。观众们在观看过程当中，既感到震惊，又获得了某种代入感和满足感。然而，这种满足感背后的隐藏危险却常常被人忽视。吃播主播为了维持热度，不得不断突破自己的上限，
他们的身体成为了流量的牺牲品，健康问题日益严重。当我们回顾这些悲剧时，不禁要问：为流量博取一切，真的值得吗？一时的网络热度，难道比生命还要可贵吗？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聆听，记得订阅与分享我们的内容，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加真实美好的网络环境。下回再见。